大家好，这里是神州秀点频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关于兰花指。兰花指呢，我们通常会在宗教宗教的一些造像的手印专业来讲叫手印，然后舞蹈戏曲他们的一些专业的首饰上，不光叫兰花指，还叫兰花手，有专门的，网上也有专门的这个展示啊。我们呢，刺绣里面往往这个大家在影视剧里面可能也能看见刺绣的过程当中也会翘起这个尤其是小拇指，翘起手指头来做一种兰花状兰花指。然后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妩媚的女性，又或者是男性他们会拿手帕或者在一个做造型的时候，然后也会翘起手指头做兰花状这个都叫兰花指。那刺绣里面的这个兰花指是不是必要的呢？刺绣里面这个兰花指是不是一种凸造型？是不是一种刻意的摆造型呢？其实不是。从我们刺绣的专业的角度来看，绣制过程当中，手指成兰花状或者摆出兰花指的这个造型，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在绣制过程当中刺绣还是比较辛苦的绣制过程当中手心往往容易会出汗，尤其在桑蚕织造之地，就是江南它比较湿热，所以我们如果在绣制过程当中不去把手指头翘起来，不去呈现一个中空的一个状态，那么丝线就很容易沾上汗水，沾上一些皮肤上的东西分泌物不管是汗水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么这个是特别不利于去呈现绣作的。我们在绣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沾上了这些东西有可能会引发后面的霉变。我们在绣制的过程当中就很有可能产生滞色感，这种滞色感也不利于我们的发挥。所以兰花指对于刺绣而言是一个必要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刺绣的精品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去注意这个手势，因为除了在捻针做绣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要中空，我们其他的几个指头其实也是有各自的作用的。比如说小拇指，小拇指和食指是用来挑线的我们在绣制过程中这样挑，小拇指挑，然后分拨这个丝线，然后让它不至于缠绕然后这个无名指是用作一个支撑，这样呢5个手指头各自有各自的这个分工我们在绣作过程当中才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兰花指并不是凸造型，兰花指是必要的。如果大家对中国刺绣历史有兴趣，对中国的刺绣文化有兴趣，可以来了解中国最早的刺绣出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刺绣的实物是什么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刺绣有哪一些这个基础的针法，然后除了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四大名绣，在那之前我们有哪一些特别有代表性的，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刺绣另外呢，在不同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刺绣流派，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一介绍。另外呢，我们这个中国刺绣它是一个大家庭但是呢，这个大家庭里面它也是有共性的，那是什么呢？就是针巧技法我们最基础的针法它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在不同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不同的呈现而已。那么这些最基础的针法，我们都给大家全部都梳理出来、呈现出来，并且教给大家使用的方法。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北京邵小生织绣研究院的神州绣点，关注我们的课程，来学习我们的课程，做中国刺绣传承的一份子。谢谢大家。